当你长时间养花，会意识到一些植物必须在阳光充沛的环境中生长，才会旺盛并频繁开花，如三角梅、月季花、沙漠玫瑰和大多数多肉植物。但不是所有人家里都有采光好的大阳台，如果家里的光热条件无法满足这些需求，又该怎么办呢？然而，你知道吗？还有一些花朵天生不耐强烈日照，过多阳光照射会导致它们枯萎，甚至难以存活，更不用说开花了。大家好，这里是花花世界的频道，花花干啥啥不行，养多肉第2名。家里采光不好的花友们有福了，这些花天生就适合长在你家。接下来让我们分享几种寓意吉祥的富贵花，这些花朵天生不耐阳光，即便放在北面的阳台上也能盛开。1. 小叶昙花。首先介绍的是小叶昙花。昙花大家可能都非常熟悉，就算没见过也知道昙花一现的成语。今天要认识的小叶昙花与常见昙花同属仙人掌科植物，不仅有与常见昙花一样明亮皎洁的花朵，更是一改昙花难开、花期短、养护难的问题，成为花友新宠。小叶昙花非常耐阴，即使放在北面的窗台上，它也能正常生长并开花。小叶昙花的分枝能力很强，虽然花朵较小，但开花量很大，几乎能做到4季常开，非常适合室内光线较暗的环境。养护小叶昙花时需注意，不能过量浇水，使用富含腐叶土的沙质土壤，保持土壤略微湿润，适时施肥，这样可以促使它快速生长并大量开花。大家印象中的仙人掌科植物好像都耐旱不喜湿，是多浇几次水就会烂给你看的那种，但如果你养了小叶昙花，就会发现这是一个误会。大家之所以有这种固有印象，是因为我们常见的仙人掌科植物都是圆圆滚滚或者肥肥大大的，有充足的储水组织来应对干旱环境。而小叶昙花这种植物属于附生性雨林仙人掌，肉质茎很薄，需要扎根在树干、悬崖等地方，喜荫蔽的散射光环境。因为它的原产地是热带季风林气候，分旱雨2季，所以这些植物既喜潮湿又耐干旱。小叶昙花的自然花期从春末4、5月份开始，一直到深秋都能开花，期间会反复开很多次，一波接一波，花量大，花芽分化周期极短。冬天如果有温暖的地方，比如北方室内有暖气，又能隔着玻璃晒到太阳，它在冬天也能开花。作为近年来新晋的网红，小叶昙花的花型与常见昙花大致相同，只是更加小巧精致。虽然也是短暂一现的月下美人，但单朵花的花期更长，可达20小时左右。它的茎肉质化，表面翠绿油亮，常年都保持绿油油的状态，充满生机。全花洁白无瑕，冰清玉洁，20多片花瓣无一丝杂色，清新淡雅。还有更加宜人的香气，花开一瞬便能嗅到从花瓣里喷薄而出的花香。2. 大岩桐。第2种是大岩桐，这是一种具有块状根部的草本植物，可以多年生长。其叶片宽大、翠绿，品种繁多，花色丰富，多为重瓣类型，花朵绽放后形似美丽的牡丹。尽管大岩桐生命力顽强，可以通过叶片插枝来繁殖新植株。如果春季进行插枝，通常当年夏天就会盛开大量花朵。然而，它极度忌讳强光，强烈日照会使叶片变黄，开花困难。因此，将大岩桐放在北面的窗台或阳台上是理想的选择。东西方向的窗台或阳台也有利于它的生长和开花。养护大岩桐要避免强光直射和频繁浇水，建议在土壤干燥到40%左右时浇水1次。小苗期间多施用复合肥，长到3至4片叶子后，可以增加磷钾肥以促进开花。适当的养护能使一株小苗开出许多花朵。当然，也可以使用专用于大岩桐的肥料，这更有利于其生长。3. 蝴蝶兰。第3种是蝴蝶兰，这种花卉非常高级和雅致，虽然养护难度较大，但花期长，一次开花至少可以持续5、6个月，有些养护的好的甚至可以开花10个月左右。一旦开花，几乎整年都在盛开，因其价格较高，每年都非常受欢迎。蝴蝶兰同样不喜欢强光，只有在光线散射充足且通风良好的环境中才能健康成长。建议花后不要丢弃旧植料，更换一次新的植料。室内养护时最好使用树皮和碎石子或兰科植物专用土，放置在散光通风处，需要避免阳光直射，
否则叶片易黄。保持空气湿度在60%左右。浇水前检查根系，如果根系呈白色，就可以浇水。建议使用兰科植物专用肥，每10天到半个月施肥一次。4. 紫罗兰。第4种是非洲紫罗兰，又称非洲锦，这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，习性类似于大岩桐，但株型相对较矮，品种众多，不喜强光，放在北面的阳台上也能盛开，非常适合光线较弱的室内环境。养护方法可以参考大岩桐。5. 绣球花。绣球花是春季和夏季最受欢迎的花卉之一，尤其是绣球花中的无尽夏品种，从春天开到秋天，是绣球花中的经典品种。绣球花不耐强光，喜欢柔和的散射光，无论是盆栽还是地栽，都不能承受强烈日照，否则叶片可能会在午后晒伤。因此，只需提供明亮的散射光即可，无需直射强光，当然也不能过度缺乏光照。室内养护时，冬天可以放在东西窗台或阳台上，夏天则放在南窗台附近，这样更为合适。养护绣球花要注意，它非常喜欢水分，特别是在夏天高温时，需要确保有足够的水分，有时早晚各需要浇1次水，但大多数时间每2到3天浇水1次，对绣球花就足够了。充足的水分和空气湿度，以及柔和的光线和充足的养分，都会极大地促进其开花。绣球喜酸，要绣球开出漂亮的蓝色花朵，记得要在花期给土壤调酸。6. 球兰。第6种是球兰，属于多浆爬藤植物，养在北阳台上也能开出一片花墙。球形的花朵和翠绿厚实的叶片，既清新又美丽。在球兰中，我最喜欢的是苏奈球兰，它的耐阴性更强，即使放在北阳台上也能盛开花朵，花色极为美丽，柔和而典雅。当阳光强烈时，其叶片会变成棕红色，阳光较弱时，叶片则呈无色，看起来既独特又有格调。球兰的花期从4月至10月，现在正是种植的好时机。因为即使是小苗也能开花，所以一旦开始就可以持续开花到秋天。在养护时，尽量少晒太阳，也无需频繁浇水，通常在土壤干燥到4-5成时浇水1次，开花前多施磷钾肥即可。7. 倒挂金钟。第7种是倒挂金钟，它在春天稍加养护便会开花，且花量大，小花一朵接一朵，几乎每天都有新花开放。倒挂金钟还被称为吊钟海棠，海棠本就象征着花开富贵，寓意吉祥，所以家中养上一盆倒挂金钟，不仅美丽，还十分吉祥。倒挂金钟不喜欢强光，夏天最好放在北阳台，春秋季节则可以养在东西窗台或阳台，避免强光直射。如果在室内养，温度最好不要高于30度，这样保持土壤微湿，薄肥勤施。春秋季节可多施磷钾肥，这样能够促进花多且艳丽，开成一个大花球。8. 四季海棠。四季海棠是一种非常耐养的开花植物，寓意美好，花期较长，花色丰富，品种繁多。尽管有时它会出现黄叶或金黑腐的情况，但四季海棠依然是许多人每年必买的花卉。四季海棠的养护建议少晒太阳，放在只有散光的地方，并保持通风良好，确保空气湿度在60%以上，并且适量浇水，避免土壤过湿或过干。施肥时建议使用氮磷钾均衡的肥料，约半个月施1次。养护得当，4季都能开花，呈现出美丽的景象。9. 石斛兰。石斛兰是一种非常耐阴的兰花，极不喜欢强光，放在北阳台上也能生长并开花。石斛兰有多种品种，其茎秆可以入药，开花也非常美丽，曾被誉为9大仙草之首。养石斛兰时，应避免使用普通营养土，建议使用水苔或树皮碎石子栽培，保持土壤湿润，薄肥勤施。石斛兰1年内能开花多次，非常美丽。10. 彩叶玉。最后是彩叶玉，尽管它的叶片色彩丰富，如花般绚丽，但它仍然是耐阴的植物，特别怕阳光直射。夏季阳光过强时，叶片容易卷曲并枯萎，生长不良。养护彩叶玉时，应该避免强光照射，最好将它放在只有散射光的地方。施肥时可以使用均衡的氮磷钾复合肥，约每半个月施1次，保持土壤湿润并保证高空气湿度。养护得当，彩叶玉会在春夏快速生长。
我们养花时一定要了解每种植物的习性，喜欢阳光的多晒一些，怕阳光的少晒，提供适宜的散射光源，就能让它们健康生长并开花。过多阳光不仅会影响开花，还可能导致植物枯萎。因此，养花的关键在于根据植物的需求调整养护方式，这样才能养好花卉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内容。如果你还有其他耐阴喜阴的漂亮花要推荐，欢迎评论区分享给花友。如果对分享的内容有其他意见，欢迎及时告诉花花。喜欢花花的内容，请点赞、关注并多多转发。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